诶，你说这一把 Miura R89 怎么长得不一样？ Miura 有单卖刀头啊，歹咯 Miura R89 单买刀头$25。嗨，我是 Jasper。Miura R89 原厂有3种型号 ：Traditional、Grande、Twist， 差别在于手柄的不同。3件式刮胡刀的好处就是可以更换不同的手柄。我对原厂 R89 的手柄没感觉，所以只单买刀头。这支手柄是 WCS 84S， 不锈钢材质，手感跟防滑性能也不错。原厂配置 Miura R89 重量64公克，搭配 WCS 84S 手柄118公克。因为手柄凹槽形状的关系，手指可以很容易的扣住手柄，这样一来不会觉得刮胡刀很重。手柄上也有滚滑可以防滑。这个手柄相当好用哦，定价只要$20，目前特价$16。手柄跟刀头2个价格加起来，也比整把 Miura R89 $52划算。推荐 WCS 这支手柄，看起来也很帅哦。Miura R89 跟 Edwin Jagger D189 刀头看起来很像，他们本来就是孪生兄弟。这个刀头是 Miura 跟 Edwin Jagger 合作开发的设计，然后各自在德国跟英国生产。R89 跟 D189 是非常热门的型号，你可以在市面上看到非常多的堂兄弟、表兄弟，像是Heritage、King C 看起来根本一模一样啊。除了锌合金以外，还有不同的材质做这种刀头。铝合金你可以找 Redrock MJ90A， 不锈钢的话你可以看 Miura Roca 或者是 Archons Safety Razor。这把刀很有趣哦，2个顶盖，3个底板，买一把刀就可以有6种排列组合。在2007年合作开发之后， Miura 跟 Edwin Jagger 虽然是同一个设计，但是细节有所不同，不是看起来很像就是一样。虽然 Edwin Jagger D189 的价格会便宜一点，但是如果不差那几块钱，我一律推荐 Miura R89。除了做工更好以外， Miura R89 解决了锌合金刮胡刀最大的一个痛点。锌合金刀头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它会腐烂，会烂掉的地方通常是由顶盖的螺纹开始的，这个地方会因为摩擦而磨损，镀层磨没了，锌合金碰到水就开始腐烂了。另一个缺点是锌合金螺丝强度不够，如果不小心手滑，刮胡刀掉在脸盆或者地板上，顶盖跟螺丝的结合处就会断掉。如果又配上光滑的手柄，这种惨案就会常常发生。在2017年以后， Miura R89 把容易烂掉、容易断掉的顶盖螺丝从锌合金材质换成黄铜，解决了锌合金刮胡刀最大的痛点。这个是 Edwin Jagger D189 所没有的。别只说缺点，锌合金当然也有优点，除了价格便宜以外，锌合金的镀层会让刮胡刀使用起来感觉更滑顺。一般的铝合金刮胡刀或者是表面没处理过的不锈钢刮胡刀，使用起来并没有比有镀层的锌合金刮胡刀来得滑顺。举个例子，像是锌合金的 Rockwell 2C、6C 就会比不锈钢的 Rockwell 6S 使用起来感觉更滑顺。我们来看 Miura R89 的做工是不是真的有比较好。R89 刀头的包装，外包装跟内包装只有纸材而已，体积小，很环保。电镀的表面做工相当完美，要看细节做得好不好，不能只看表面。翻到顶盖的内侧，只有螺丝跟固定住的周围有一点痕迹，其他的细节都处理得很好。顶盖螺丝看起来跟周围颜色一样，应该是焊起来以后一起丢到电镀池里面电镀的。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们拿其他的锌合金刀头来对比，这个是金达日美 A2028， 它就是低仿的 R89。这个刀头，这个手柄跟 R89 非常的像，
这把刀只要10元人民币，你没听错，不到50块台币。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R89 受欢迎的程度。低仿的东西细节就不用强求了，一看就知道了。它甚至连刀头高度、横向的宽度、尺寸都不一样。我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高仿 R89 刀头，这个刀头就做得比较用心了，外观尺寸一模一样，但是翻开顶盖内侧，还是可以一眼就看出做工的差别。如果拿 Merkur 的刮胡刀来对比，这个是 Merkur 33C 的刀头，结果有点残忍哦。比较好的做工用意在于，对于压铸的锌合金刮胡刀而言，如果做工不好，精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把 Miura R89 装上刀片，左右曝光一致，没有刀片对齐的问题。原厂的刀头制作精度还是可以的。从刀头侧面来看，底板下方是圆弧形，转过来看，你会感觉底板中间往内凹陷，其实是反过来，底板的左右两边是往外突出加厚的。底板左右两边加厚的好处，可以增加顶盖固定住接触的长度，理论上刀头的强度会更好。固定住的底端有做斜切，顶盖跟底板组合起来以后，看起来会是一整个平面，刀片柱不会外露，在美学上加分。不过我并不喜欢这种底板上只有2条杠支撑刀片的设计，刀片的下方没有支撑，就代表刀片的使用角度会受限，只能使用某一种刀片角度。第一刮胡刀使用角度严格说起来有5种，有些刮胡刀是5种角度都能使用的，之后会在制作影片跟各位讲解的。Miura R89 刀片露出意外的小，负 0.24 mm， 这跟我使用的感觉并不一样啊，它刮除胡子的感觉会更直接。我本来以为它会是接近0 mm 的刀片露出，后来发现是跟使用角度有关。不过负 0.24 mm 的刀片露出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的剔净度一般。Miura R89 的剔净度跟 Merkur 23C、33C 差不多，都需要加上逆刮才能刮得干净。刀片角度 30.58 度，很标准的30度理想数值。刀片间隙一边是 0.58 mm， 一边是 0.61 mm。以压铸又有电镀涂层的锌合金刮胡刀来说， 0.03 mm 的误差 OK， 可以接受。0.58 mm 的刀片间隙偏小，加上负 0.24 mm 的刀片露出，理论上这是一把非常温和的刀。但是 Miura R89 并不是想象中的好先生，就像刚才说的，他刮除胡子的感觉非常直接，这一切都跟他的护杆设计有关。Miura R89 的顶盖厚度做得很厚，并不能使用前角度 Riding the Cap， 它也完全不能使用陡峭的角度，在陡峭的角度下，刀片根本碰不到皮肤。Miura R89 只有一个使用角度，就是中性角度。一样建议先将顶盖的边缘接触皮肤，再转动手柄，直到护杆接触皮肤。但是 R89 的中性角度做得非常完美，这边必须展开进一步说明。使用中性角度，你会有一些上下晃动的空间，请有意识地将护杆的这个平面保持并且平贴在皮肤上。这个平面看起来很小，但是当你把它抵在皮肤上移动，你会发现 Miura R89 的使用角度非常明确。这个平面就像那个谁说的，满满的大平台。当你充分利用到这整个平面，因为它的顶盖边缘很细，刀片间隙很小，可以更容易的压入皮肤，让原本负 0.24 mm 的刀片露出更贴近皮肤，刀片切割的感觉更直接。这就是 Miura R89 的提壶位，请全程让护杆这个平面平贴在皮肤上。好的刮胡刀就是可以带来这么微妙的感觉，这是一种就是那么刚刚好会让人愉快的感觉。这也是之前拿来比较过的金达日美之类的仿品做不到的。外形虽然很像，但是使用起来就是不一样。很多人称这些仿制的刮胡刀只是具有刮胡刀形状的物品而已，我想他们就是缺少这种刚刚好可以让人感觉愉快的刮胡刀的灵魂。
负 0.24 mm 的刀片露出，加上不会使用到刀片的侧面，推荐使用中档到高档锋利的刀片。推荐刀片 Gillette Silver Blue Rapira Platinum Lux Big Chrome Platinum Gillette Nutset。 我试过搭配 Fader 也没问题。你用过煎牛排的平底锅吗？小小的一个长方形，放一块牛排刚刚好。Miura R89 的护杆可以跟顶盖、刀片对齐，形成一个角度明确的平面，就像煎牛排用的平底锅。虽然尺寸不是很大，但是刚刚好，够用而且好用。配上一个好用的手柄，这一把 Miura R89 不论是形状或者是刮起来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把撞球拿在手上，有一种厚实温润的感觉。相比单薄的 Merkur 23C、33C 刀头，我觉得 R89 的刀头使用起来更舒适。R89 会这么流行不是没有原因的，前提是你要找到真正好用的型号。R89 有捕捉到好用刮胡刀的灵魂，那些流落在外的外形很相似的兄弟姐妹，只是长得像，并不是都一样好用。你有戴过皮带表带的手表吧？如果没有细心照顾，戴久了皮带会发臭，会烂掉。如果换成金属表带，就没有发臭烂掉的问题。Miura R89 将顶盖螺丝从锌合金换成黄铜，补强了整把刮胡刀最脆弱的部分。Miura 很聪明，把钱用在对的地方。Miura R89 虽然它只有一个中性角度可以使用，但是角度非常明确，非常容易找到。类似的竞争对手 Merkur 23C、33C 已经很容易使用了， R89 甚至比他们更容易操作。R89 剔净度一般般，不过只要加上逆刮 BBS 还是 OK 的。护杆上面的平面可以跟顶盖、刀片形成一个完整的面，那种整个面一直贴着皮肤温润的感觉，也比死对头 Merkur 舒适一点点。理论上只有一个角度可以使用的刀头并不好玩。Miura R89 这种让护杆平面一直接触皮肤的玩法，让我想到 Blackland、Blackbird。不同的是 Miura R89 比较宽容，没有 Blackbird 不小心做错就刀片感变强的问题。虽然刀头本体是锌合金，但是在关键的顶盖螺丝部分换成黄铜，电镀的表面做工精良， R89 真的没什么可以嫌的。刀头可以单买，价格合理，黄铜螺丝，做工优秀，同级中优良的精度，加分。Miura R89 综合评分60分。市面上长得像 R89 的刮胡刀这么多，还是要原版的才是真正好用。我想起了一个老广告，请指名 Miura 商标才有效果，唔通买唔到哦。